今天带来一支有趣的镜头，延时新85毫米 f2.8 微距移轴镜头。先看一下它的长相，我手里这支是索尼 E 卡口全画幅的版本，它同时还有 RF 卡口、Z 卡口、L 卡口和 X 卡口可供选择。全金属材质的它，上手第一感觉就是沉，重量为720克，光圈 f2.8 到 f16， 光圈环的阻尼有点大，对焦环就比较适合。很多国产镜头都采用这种 X 交叉的防滑纹路，你一定在其他的铝合金产品上面见过，比如螺帽、手电筒或者其他户外用品之类的。国产镜头想要形成自己的设计语言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它采用8组11片的镜片结构，其中还有2片 ED 镜片和1片高折射镜片，具体的成像表现后面再说。光圈环非常的漂亮，有12片叶片组成，但镜头前端的设计有点过于简陋了。最显眼的就是它底部的移轴结构，它的移轴支持上下和旋转调节，旋转以后也能够实现左右平移的功能。旋转的时候每90度会有一个轻微的段落感，这个设计很贴心，但是因为它的屁股是方形的，现在的微单很多机身又很紧凑，旋转的时候容易卡到手指。当然了，这不是延时新的问题，这几乎是所有移轴镜头的问题，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。因为是手动镜头，没有电子触点，所以这期视频的样片就不再提供具体的拍摄参数了。大部分照片我都用最大光圈进行拍摄。另外做个小调查，你通常都用什么方式白嫖视频？我每次都担心样片在手机屏幕上看起来尺寸会太小。来看一下它在不同光圈下的画质对比，还有焦外的差异。绝大多数的镜头最佳画质的光圈基本都是 f8， 它也不例外。虽然有差距，但 f2.8 的边缘和 f8 对比也没有太拉胯。来看一下它的3种典型使用场景。首先，它85毫米的焦距很适合拍摄人像，配合 f2.8 的光圈可以拍出很棒的效果。它的画面会有明显的暗角，这种风格见仁见智，不喜欢的也可以通过后期进行调整。手动镜头拍摄移动的物体还是需要多加练习，虽然有景深标尺，但是我喜欢开到最大光圈，景深就变得特别浅，对焦环的形成就总感觉不够长，不够精准。即使打开峰值对焦和放大对焦等辅助功能，有些照片放到电脑上一看，其实都是有点虚的。如果你需要的是一支单纯的人像镜头，那么它并不适合你。然后它是一支微距镜头，25厘米的最近对焦距离，1:1的放大倍率，并且拥有很锐利的成像质量。最后它还是一支移轴镜头。拍摄微距的时候，为了获得主体前后都清晰的照片，我们通常会缩小光圈来实现。这样的话，前期拍摄就需要充足的光线，而且牺牲了焦外的虚化效果。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保持大光圈，拍摄多张照片，然后通过软件景深合成为一张成片，这样操作比较繁琐。使用这支移轴微距镜头就能够一定程度的解决这个问题。通过移动镜头的轴线，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实现焦平面的改变。比如这是正常拍摄的效果，而这是移轴后的效果。大家对移轴镜头有个很深的印象，就是它拍摄的微缩景观效果，确实非常有趣，但这个用途大部分时候都是仅供娱乐，很少有商业片或者严肃创作会需要用到。移轴镜头通常用来拍摄建筑或者其他更大的场景，所以很多移轴镜头都是广角或者超广角。这支镜头85毫米的焦距肯定不适用于这种场景。另外需要注意，这支镜头的移轴像场并不能完整的覆盖全画幅传感器，所以官方也建议使用移轴功能的时候开启 APS-C 模式，不然画面的边缘会有黑边遮挡。这支镜头的画质我是很满意的，但对焦环的行程要是能再长一点就好了。另外就是光圈环是无极光圈设计，要是有段落感会更好些，可以防止误触。我也经常折腾转接各种老的手动镜头，它们通常都比较小巧轻便，所以用那些手动老镜头拍照有一种奇妙的轻松感。微距镜头通常也都是手动对焦拍摄，但是这支镜头因为加入了移轴功能，所以重量增加了很多。
而且移轴为了覆盖更多的相场，所以镜片组的设计用料都要比普通的镜头成本更高，售价也就不会太低。这支镜头能够胜任微距拍摄，也可以客串一下人像镜头，而且还有趣的移轴可玩，1000多的价格不知道是否能打动你。希望这些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